世界10大最好色的生物，第1名竟然连排气管都不放过。生存和繁殖一直是地球生物永恒不变的本能需求，也正是这2项基本需求推动了物种的繁荣昌盛。不过，在千百万年间的进化中，人类学会了如何更好地控制自己的交配欲望，但对于大多数还未开化的动物来说，交配欲望却已经成了它们刻在骨子里不可磨灭的基因。大多数的动物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产生强烈的交配欲望，即便不在发情期，也会诱发它们产生繁衍的想法。这也许是动物们嗅到了异性身上散发的气味，又或者是动物之间特有的求偶行为。本期影片，猫爷为大家整理了世界上交配欲望最强烈的10种动物，每一种都能甩我们人类好几条街。第10名，企鹅。在南极千篇一律的浮冰上，石子是最宝贵的资源。阿德里企鹅利用石子来筑巢，谁拥有的石子更多，谁就更有机会娶到老婆。他们累积财富的方式比较原始，人类通常定义为偷盗。当企鹅老公潜入邻居家偷窃建材的时候，企鹅老婆就会跟邻居干上一炮，以确保邻居无暇顾及私有财产。常言道，捉贼捉赃，捉奸捉双，但显然宾主双方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。每想到这里，猫爷就觉得人类中的一部分雌性群体要求相亲对象必须有房子，跟企鹅的老婆比起来，其实也不算什么过分的行为。第9名，雪貂。从文艺复兴开始，雪貂就凭借着天使般的形象以及稀少的数量，成为了贵族饲养的小宠物。虽然它看上去人畜无害，但实际上性情十分凶猛，欲望极度强烈。猫爷毫不夸张地说，交配对于它们比吃饭更加重要，若是没有解决生理问题，便会在短时间内死亡。无论是雌性还是雄性的雪貂，都属于季节性的繁殖。虽说春季是发情的开始，但是雪貂的欲望持续性却很长，平均能够长达5-6个月，有的甚至高达9个月。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是，如果说在发情期没有交配的话，安静地等待下一个发情期到来即可，但雪貂的发情期交配则十分的极端。母雪貂的排卵过程是需要依靠反射刺激来排卵的，发情期的雪貂需要通过交配来脱离整个发情期。如果雪貂在发情期不进行交配的话，那么它的发情期就不会停止，就会让体内分泌出过多的雌性激素，而这种雌性激素会让雪貂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，最终导致丧命。第8名，马岛睾狸。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上生存着一种形似狐狸又像是猫的动物，被称作为马岛睾狸，也被叫做马达加斯加粉豹。尽管数量不多，但在动物界它们可是名人，因为它们有一种超屌的技能，交配持续时间长达8小时，也就是一个工作日，所以这一日就是一天的说法还真的在马岛睾狸身上给实现了。马岛睾狸算上尾巴体长在1米左右，但雄性丁丁的长度却高达18厘米，占了整个身体的1/6。如果人类拥有这个长度，估计得缠在腰上才行了。但问题是，雄性已经如此威武了，雌性却对此并不满意。雌性马岛睾狸挑选配偶的方式非常简单粗暴，谁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，有更好的体力，那么雌性就会为其繁衍后代。如果在交配的过程中有不满意的，那么不好意思，它就会换一个更强壮、时间更持久的伴侣。当雌性马岛睾狸通过一系列的测试配对成功以后，它才会和雄性马岛睾狸组建家庭，并且共同保卫家庭。第7名，黄腹铁爪蜈。黄腹铁爪蜈是一种喜欢生活在开阔沼泽地或者草地的小型鸣禽，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和美国等地区。这种鸟虽然看起来其貌不扬，但在交配方面的欲望却是远高于同类。它们在1周的时间之内能够进行365次高频繁的交配，最巅峰的时候1个小时就可以交配5.3次左右。黄腹铁爪蜈此鸟在孕期可以随意出轨自己心仪的雄鸟，可以1对1，也可以1对多，私生活可谓是相当的乱。可能天性就是这样，雄鸟也会在领地范围内找不同的雌鸟交配。结束发情期后，雄鸟会找与自己交配频率最高的雌鸟，帮助雌鸟共同喂养产下的幼鸟。而雌鸟也十分的聪明，为了减轻自己养娃的工作量，在发情期会尽可能选择多的雄性交配。第6名，大象。象是群居性动物，以家族为单位，由雌象做首领，每天的活动时间、行动路线、觅食地点、栖息场所等均听雌象指挥，而成年雄象只承担保卫家庭安全的责任。
不过在每年的发情期间，雄性大象就会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，就算它不是族群的首领，也会在短时间内占据族群的领导地位。大象看起来很强壮的样子，但是每次交配的时间嘛，实在是差点意思，基本上不足1分钟就缴械投降了。不过呢，喷射量却有足1升，十分夸张。每年的发情期，雄象在一定的时间内都保持着睾丸激素持续飙升的状态，此刻的雄象满脑子只有强烈的交配欲望。正所谓狂暴3个月，激情1分钟。当发情期的雄象找不到雌象时，还会对犀牛动手动脚，一旦犀牛不从，正处在狂暴状态下的雄象就会对犀牛拳脚相加，直到打服为止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第5名，海狗。海狗族群是典型的一夫多妻制，每年的春末夏初，为了争夺和雌性海狗的交配权，雄性海狗都会率先来到繁殖场地抢地盘。娶妻要买楼的道理，雄性海狗也懂，因此为了领地，打一架就非常有必要了。划完地盘后，要生产的雌海狗这才姗姗来迟。雌海狗的生理构造很特别，生产后就能马上重新交配，所以每只雄性海狗所拥有的雌海狗数目都很不一致，少则2、3只，多的话，只要雄海狗招架得住，能同时和50至100只雌海狗在一起。海上情欲流，大抵不过如此。通常海狗5岁时就具备繁殖能力了，可想要达到妻妾成群的梦想，还是要再磨练个几年。所谓出道即巅峰，到了繁殖的季节，雄海狗哪怕不吃不喝，每天也要和雌海狗交配30到50次，每次持续15分钟，长达70天，可见其性力、体力、精力之旺盛。但生命巅峰的到来，也预示着自己的死期。雄性海狗的寿命大概能活40年，可它的黄金繁殖期只能维持3个夏季左右。因此，它要尽可能的在黄金时期多积累些经验，之后它的生育能力便会逐渐减退，也可能在这之前，它便早已死于和情敌的争斗中。只是海狗到死也并不明白，自己的后代有一日也将亲身经历这一切，如此循环往复，但这依旧阻挡不了雄海狗们毕生想要成为海王的梦想。第4名，兔子。在中世纪，兔子是邪恶的象征，这还要从兔子本身的特点说起。兔子温顺的表面下有着极强的繁育能力，它们受孕只需30秒，怀孕1个月就可以产下小兔，一窝通常6至8只。在没有天敌的野生环境中，野兔生育能力造成的破坏堪比蝗虫过境。科学家曾做过统计，如果在90年内不采取措施限制兔子繁殖，那么地球上每平方米的土地都将站着一只兔子。兔子并没有特定的发情期，1年4季都可以进行交配。强烈的欲望会让母兔饥不择食，会舍弃自身的矜持，主动向公兔发起进攻、爬胯。更过分的是，母兔甚至会对自己的孩子动色心，或者是对其他的母兔动情。在公兔主动爬胯的时候，母兔子会主动卧倒，把臀部面向公兔子，配合公兔子的交配行为，还会发出低沉有规律的叫声。虽然把公兔子绝育之后可以减少这种情况发生，但是仍有绝育的兔子在发情期间爬胯追逐母兔子。第3名，倭黑猩猩。对于倭黑猩猩而言，没有什么是打一炮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如果有，那就再来一炮。在它们种群中，每只倭黑猩猩都可以与不同性别、不同年龄的个体发生关系，而它们也常常用交配来完成社交沟通或者解决争端。比如，如果2个种群因为食物而发生冲突，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，它们会和对方发生关系。至于雌性猩猩，更是来者不拒，只要不是它们的亲生孩子，它们都会与之发生关系。所以倭黑猩猩种群中比较和平，很少发生暴力冲突事件。雌性倭黑猩猩之所以采取荡妇模式，是为了让任何一个雄性都不知道雌性怀的究竟是谁的孩子，从而达到混淆父权的目的。第2名，海豚。海豚是除人类之外唯二能获得快感的动物，这也就是说，海豚对交欢的追求并不一定来自于繁衍后代这一目标，更多的还是找点乐子，活在当下。在发情期，雄性海豚会成群结队，把雌雄海豚围住，防止它逃走。即便雌雄海豚不想，雄性海豚们也会强迫它进行交配。一条雄性海豚可以在1天内交配很多次，当内心的交配欲火被浇灭了之后，就会立马逃脱雌性的掌握，远遁他乡做一个渣男，只剩下雌性独自抚养幼崽，等到来年再重新回来，再次选择新的伴侣。而且他们的快乐还不只是和同类，其他种族也会让海豚产生欲望，比如海龟、鲨鱼、
鳗鱼甚至是人类。根据一项研究显示，平均每年会有14人遭到海豚的侵犯。更夸张的是，海豚还和人类一样，学会了通过自娱自乐的方式释放自己的欲望。有数据显示，雄性海豚平均每年会咬掉400多只鱼的头部，把鱼身当作飞机杯来满足自己。第1名，印度人。如果说海豚是出于动物本能会跨物种进行交配，那么作为自诩最接近神的印度人，在对交配这件事上可谓是让人瞠目结舌，甚至连汽车排气管都不放过，只要有个洞就行。去年4月，印度4名男子潜入保护区，对孟加拉巨蜥下手，并拍下视频。事后，警察还在他们的手机里发现了兔子、鹿、野猪等动物的人兽视频。2021年7月，一名55岁的印度男子用椰子油当润滑剂，对一头母牛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生理活动。同年夏天，在印度某地一个小山村里，8名男子对一只怀孕的母山羊采取轮番上阵，导致山羊死亡。事后还跑去羊主人面前炫耀，羊主人报了警，8名男子全部抓获。一个卖菜的印度老头经常投食喂流浪狗，看似爱心泛滥，实则恶魔附体。老头拿食物引诱流浪狗，将其控制住，强行与狗狗发生关系，数量多达30只，其中最小的狗只有6个月大。还有排气管、猫爷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，大家自行体会。或许有人认为他们是不再喜欢女人了吗？所以才把爱从女人转移到动物身上？不，印度女性被害的案子一直都存在。2021年的时候，印度官方给出数据，2020年印度境内一共发生28046起侵犯案件，也就是说，平均每天就有77起侵犯发生。庞大数字的背后，暴露出他们对女性的犯罪从未停止过，也坐实了印度人的第一把交椅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世界最好色的动物，大家还知道哪些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